我抄袭《鬼吹灯》在网上冒充摸金校尉，却不料竟有傻缺考古专家相信，直接给我打款10亿学费拜师学艺，还把刚离婚的国民少妇主播介绍给我当老婆。只因这是个盗墓风水断层却凶木成群的事件。众所周知，鸡鸣灯灭不摸金，但他们却不做任何保护措施，拿着一枚手电筒就往墓道里冲，导致大量考古人员在下墓时离奇死亡。而我作为熟读道笔和鬼吹灯的10年老粉，穿越后成为了这个世界唯一懂阴阳风水、五行八卦，并且还觉醒了神级指点系统。只要指导考古，对墓学知识就能获得奖励变强。此时，一个标题写着高山县考古发掘现场的直播忽然跳进视线。这可能是上古华夏的遗迹，说不定能把华夏文明再往前推2000年。直播间的观众也看得热血沸腾，纷纷刷屏说这地方简直像仙境，5妖一定要去打卡。这不对劲啊，这分明是鬼吹灯里的平山古墓啊！里头什么将军狮王、白毛老猿，还有那只快成精的6尺飞天蜈蚣，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，随便碰上一个都得送命。这可是平山凶墓，就咱们这点能耐，下去还不够那6尺蜈蚣塞牙缝的。哪儿来的憨憨？有病早治！蒋将军有病你懂？6尺蜈蚣是啥？听都没听过。平山原是古代皇室炼丹求长生的地方，后来荒废了，因为常年炼丹，药气凝聚不散，山里的毒虫吃了药渣变得极其凶猛。最厉害的是那只体型巨大、能飞天的6尺蜈蚣，要是没准备周全，千万别贸然下墓。古代帝王确实有过求长生的事，但蜈蚣终究是陆地爬虫，不可能飞得起来。再者，人去世后只会慢慢化为白骨，更不可能还会动。同学，要相信科学啊！信科学，相信科学。见考古队完全没听进去，我也只能叹气。6尺蜈蚣，不可能，太玄乎了，要相信科学。到底了吗？情况怎么样？没问题。快拉上来！不会真被那个百无禁忌说中了吧？呸呸呸，别乱说。但人都没生了，怎么回事？吊篮从近千米深的山谷拉上来，花了差不多10分钟。可大家凑近一看，全都呆住了。篮子里只有2件被撕烂的衣服和一部对讲机，2名学生不见了踪影。他们可能是跌进宫殿里了，我得下去找。教授，您年纪大，让我们去。对，您先冷静。一个年轻队员自告奋勇跨进吊篮，可他刚捡起衣服，就吓得大叫起来。那衣服底下竟然爬着10几条五彩斑斓的蜈蚣，还在血水里蠕动。退后，这蜈蚣有毒！简单处理后，蒋教授下令全队撤回营地，把受伤的队员送医后，他立刻找到夏暖暖。你能不能联系上那位百无禁忌网友？他说的可能是真的，我们需要他的帮助。另外，我要向百无禁忌同学道歉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是我局限了，希望同学能原谅我。怎么睡着了？检测到宿主成功指点考古队，激活神级指点系统，麒麟血脉，百无印。麒麟血脉出自《盗墓笔记》里的张家，能百毒不侵，延年益寿。血脉不仅强化体质，连视觉、听觉都敏锐了不少。以后下墓遇到迷魂机关，有这印就不怕了。等外卖时，我又点开考古队的直播，结果刚进软件，手机就叮叮叮响个不停，全是网友打赏的道长通知。受伤的周小哥已经脱离危险了。另外，上级非常重视这次考古，已经派出特警小队和生物学专家赶来高山县支援，相信很快我们就能找到对付毒虫的办法，为大家揭开平山遗址的秘密。小蜈蚣只是开胃菜，真正危险的是6尺蜈蚣，甲壳比钢铁还硬，普通步枪根本打不穿。如果一定要下平山墓，最好带上喷火器甚至火箭筒。
百无大佬，请问有没有不破坏文物的办法？山谷里很多都是珍贵古物，万一损坏了，我们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啊。那就只剩一个办法，你们试着去找怒荆棘。六翅蜈蚣最怕的就是他。我代表龙国考古队，正式邀请百无禁忌季同学担任特别顾问。我看那个百无禁忌就是自己没底气，怕到现场露馅吧。当然也有替我说话的，你行你上啊，别光嘴炮，下去怕是尿裤子都来不及。百无大佬可能不太方便来现场，但他之前几次指点都帮了大忙，人真的很好。国家考古队的大门永远为他敞开，只要他愿意，随时可以加入。其实我倒没网友们想的那么清高，只是担心真加入了队伍，就没法这么轻松蹭奖励了。虽然现在有了麒麟血脉和百无夜，但古墓里危机四伏，实力还不够看。眼下在直播间里说几句就能拿系统奖励，等以后神装攒够了，再亲自下墓收拾那些妖魔鬼怪也不迟。指点考古队成功，奖励3张大将军镇尸符。这副专门用来镇尸，通常贴在僵尸额头上，效果拔群。我的天，这就是古人建的城池，在万丈深渊里修这么大一座城，咱们祖先是不是有黑科技啊？没有电机，没有起重机，他们是怎么把材料运下来的？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只见屏幕上突然涌出密密麻麻的毒蜈蚣，像潮水一样朝那10几只公鸡扑过去。其中2只格外雄壮的公鸡昂起头，发出响亮的啼叫，随即振翅飞起，朝着屋顶的蜈蚣猛啄。不到3分钟，死在他们麾下的蜈蚣不计其数。见毒蜈蚣死得差不多了，蒋教授在兵哥哥们的护送下抵达谷底。吴教授带领的生物学专家立刻戴上手套，把还没死透的蜈蚣收集起来。初步判断，它们的毒性比最毒的水母还要强上百倍，极具研究价值。这也是几位专家不顾危险连夜赶来的原因。蒋教授带着考古队员观摩完古城外观，正准备往里走，却被少校拦了下来。教授，先别急，别忘了百无禁忌的警告，最危险的6翅蜈蚣还没出现，咱们务必小心。要听着，活动范围就在这里，以我画的全为界，不许乱走。马上架设设备，开始勘测。崖顶上的众人如同劫后余生一般，纷纷松了口气，唯有吴教授望着6翅蜈蚣消失的山谷，身体微微颤抖，并非因为恐惧，而是源于极致的激动。这世上竟然真的存在突破进化论，以全新方式进化的生物，这绝对是震惊全世界的重大发现。这可是划时代的发现，你必须立刻向高层汇报，请求派遣支援部队，务必抓住这只怪兽，无论死活。少校，我只有一个请求，你们行动的时候能不能尽量避免损坏谷底的建筑？反正支援部队一时半会儿也到不了，不如问问百无大神，他肯定知道更多关于6翅蜈蚣的资料。对呀，我怎么把这吃给忘了？嘿，大家好，百无先生，您现在在看直播吗？我想再向您请教一下关于6翅蜈蚣的详细信息，不知道是否方便？万万没想到，蒋教授竟然对百无大神用上了敬语，姿态放得如此之低。天哪，什么情况啊？蒋教授居然失忆了吧？刷新3观了，真不敢相信！百无大神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太震惊了！6翅蜈蚣因吸食常年积淀的药气发生变异，体内已孕育出内胆。再给他数千年时间，或许真能突破血脉至骨，进化为太阴金。看到这些信息，蒋教授眼神一震，连忙叫来吴教授和尹浩远一同商议。6翅蜈蚣竟然修炼出了内丹，这也太不符合科学常识了吧！一只会飞的大蜈蚣已经够吓人了，现在还说他修炼出了内丹，拥有各种神奇能力。科学本就是研究未知现象、探索未知事物的学问。这只6翅蜈蚣必定发生了极为奇特的基因突变，还具备诸多神奇特性。不行，这只6翅蜈蚣太过特殊，我必须立刻向上面汇报。就在考古队商讨如何应对6翅蜈蚣时，我再次收到了系统奖励，一把张起灵的专属武器黑金骨刀，
以及2项异能夜眼和黄金瞳。夜眼是鬼吹灯中卸岭魁首陈玉楼的独门天赋，不仅能在黑暗中清晰事物，还能分辨万物的真伪。黄金瞳则源自鉴宝世界的庄睿，既能看透文玩古董的本质，还能窥见文物过往的历史。这些奖励太棒了，系统依据奖励。检测到同类异能属性夜眼，黄金瞳可融合升级为超级黄金瞳，请问宿主是否选择融合升级？下一秒，一个光团凭空出现在我头顶，迅速融入我的大脑，双眼随即传来阵阵清凉之感。片刻后，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，瞳孔中蓦然闪过一圈金色光晕。我特意拉上所有窗帘，屋内瞬间陷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。可随着瞳孔中金色光芒一闪，屋内的一切都清晰地映入眼帘，甚至比有光线时看的还要清楚数倍。小队，3分钟内完成集合与装备检查。是。留守就交给你，任何异常，哪怕一点动静，立刻通过无线汇报，听懂没有？明白，少校。林亚正拿着一张照片，皱着眉头沉思，本想拒绝，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。百物大神，您在吗？我有个问题思来，想去都想不通。您说地宫是古代皇帝炼制长生不老药的禁地，我们确实在地宫里发现了储藏药材的药库，但这座地宫中唯一的炼丹炉却是实心的，根本无法用来炼制丹药。这地宫肯定不是炼药的，全是百物大神自己瞎猜的。皇帝会信那玩意儿吗？笑疯了！就在直播间里吵得不可开交时，我也看到了林亚提出的疑问。丹炉是地宫的核心机关，暗含9宫8卦格局。丹炉下方有一口丹井，通往更深层的地宫，那里才是真正的炼药之地。然而这次的解释并未换来网友们的夸赞，取而代之的是满屏的红色感叹号。考古队出事了，快去官方直播间！见状，我心头一紧，立刻退出当前界面，点开了考古队的官方直播间。原来尹浩源此次带领了100多名全副武装的战士，甚至配备了2门迫击炮。本以为胜券在握，却没料到那6尺蜈蚣极为狡猾，不仅识破了他设下的诱饵陷阱，还反过来对他们进行了埋伏。短短半个小时内就有10几名战士牺牲，更糟糕的是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，6尺蜈蚣却成功逃脱。尹浩远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当即下令让考古队先行撤离。可谁曾想，就在考古队准备撤退回安全线时，营地周围突然爬出几10万条毒蜈蚣，将考古队团团围困，进退两难。几只会斗蜈蚣的怒情姬面对如此庞大数量的毒蜈蚣，根本起不到太大作用。万幸的是，这些毒蜈蚣只是围困营地，并未发动进攻。必须保持冷静，不能让大家担心。毒蜈蚣就在外面，我好害怕。大家不用太过担心，少校已经将营地的情况上报高层，正在火速组织救援，希望救援真的能快点到。另外，营地外的毒蜈蚣虽然数量众多，但他们似乎受到了某种控制，并没有主动发起攻击。毒蜈蚣应该是受6尺蜈蚣的驱使，专门来报复考古队的。希望救援部队能快点赶到，把考古队平安救出来。暖暖姐，你赶紧联系一下百物大神，问问他有没有解决办法。对呀，我怎么把这事儿忘了？人家在看直播吗？考古队现在被毒蜈蚣围困在营地，求您帮帮我们吧。大神怎么还没出现？所有人都在期盼着百物大神能再一次出手解救考古队，可时间1分1秒过去，10几分钟后，他依旧没有出现。糟了，私信被屏蔽了。网友们越发焦急，想要给我发私信，却发现我设置了私信屏蔽。无奈之下，网友们只好纷纷给我打赏，并在打赏留言中恳求我出手相助。他们想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恳请我帮忙，可我依旧没有任何回应。真的不会来了吗？夏暖暖等了将近1个小时，始终没得到回复，只好起身去找蒋教授等人。掀开营帐，夏暖暖一脸失落地走了进去，随后把刚才的情况告知了蒋教授等人。几10万条毒蜈蚣围困营地，随时都能把我们团灭。这种情况下，找谁帮忙都没用。蒋教授虽然敬重我，但他心里也清楚，眼下考古队面临的绝境，绝非一个人能够化解。可看到夏暖暖焦急的模样，他又不忍心打破他的希望，轻声安慰道：“或许百物先生有急事在身，暂时无法上线吧。”夏暖暖闻言轻轻叹了口气，一颗心渐渐沉到了谷底。可就在这时，
直播间突然弹出2个刺眼的红色大字，这简短的2个字被高高置顶，无数网友看到后全都震惊不已。大神要亲自去平山，百无大神一定有办法救出蒋教授他们的，对不对？他真的要来？百无先生竟要亲自涉险，他究竟是何方神圣，竟敢亲自前往平山？那可是被几十万毒蜈蚣围困的绝境啊！他真的能到了这个地步，亲自前往平山，这是唯一的选择，必须去。而我之所以决定动身前往平山，自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。如今我的实力比当年的鹧鸪哨还要强悍几分，再加上拥有万毒不侵的麒麟血脉，根本不用担心六尺蜈蚣的毒液。手中还有黑金骨刀这柄神器，具备斩杀六尺蜈蚣的实力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早已对六尺蜈蚣体内的千年内丹垂涎3尺。若是能得到这颗内丹，我的实力至少能提升数倍。打定主意后，我立刻订购了直飞高山县的机票。而此时的考古队营地气氛愈发凝重，坏消息接踵而至。先是高层派遣的救援直升机还未抵达平山就被六尺蜈蚣摧毁，几名机组人员不幸牺牲。紧接着，围困在营地外的毒蜈蚣开始缓缓向营地逼近，显然他们是受到了六尺蜈蚣的驱使，不仅要报复考古队，还要让他们在绝望中死去。情况已然迫在眉睫，蒋教授只好让众人聚集到一起，把仅有的几只怒禽机放在外围充当防御，但这也只能暂时阻挡片刻。面对如此危急的局面，众人的心情愈发沉重。他们心里都清楚，若是等不到后续救援，等待他们的唯有死亡。直播间的网友们目睹这一幕，只觉得心都揪在了一块。完蛋，等我就没影了。有人联系上他了吗？没有，论坛、微博都在刷，全在找他。他不是说马上回来吗？再耽搁下去，可就彻底来不及了。这样咱们发动所有能调动的力量，动起来！算我一个，也算我一个，我去转发，我拉群，马上组织扩散，别让消息沉下去，帮忙转发。网友们四处搜寻百无禁忌的踪迹，在各大网络平台接连发布寻人消息。没过多久，所有直播间的公屏上都齐刷刷飘起一行字：百无大神，求你救救考古队吧！夏暖暖看着网友们的所作所为，鼻尖一阵发酸。他没多说什么，只是对着镜头向所有观众深深鞠了一躬。谢谢大家，真的谢谢大家。然而全网疯狂寻找的百无禁忌却始终没有任何回应。百无大神到底在何处？所有人心里都不由自主地冒出这个疑问。那句等我难道只是随口开的玩笑？不能直接过去，贼先秦王解决根本。这些小蜈蚣都受六尺蜈蚣操控，我解决了这只首领，考古队的危机自然迎刃而解。擒贼擒王，一劳永逸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握紧手中的黑金骨刀，毅然迈步向平山深处走去。一路上不断有毒蜈蚣从四面八方涌来，我冷喝一声，背上的血色麒麟纹身隐隐浮现，周身气血翻涌，那些毒蜈蚣瞬间被震慑得四散奔逃。很快我便登上了平山的山崖，凝视着下方漆黑的山谷，我眼中战意升腾。小东西，我盯上你的内丹了，是自己乖乖交出来，还是让我开场破肚亲手取？别装了，我知道你早就生出灵智，听得懂我说的话啊。还真硬啊！这一击也让他的怒火达到了顶峰，两只狰狞的漆黑眼球死死盯着我。常言道，趁他病，要他命。竟然只留下了几道浅痕。
眼前这只六尺蜈蚣，明显比鬼吹灯世界里那只实力更强。六尺蜈蚣在平山地宫中吸收药几千年，实力远超我想象。这却正合我意。七祖，就你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才捂着胸口艰难爬起，鲜血很快顺着指缝滴落下来了。刚才错身而过时，六尺蜈蚣头顶那2根尖锐的触角划破了我的胸口，幸好我反应够快，关键时刻扭腰避开了致命一击，否则恐怕早已被拦腰斩断。我连忙抬头看向不远处的六尺蜈蚣，只见黑金骨刀深深嵌进了他的腰腹软肉里，他的伤势比我严重得多。黑金骨刀卡在伤口中，绿色的血液不断往外涌出。六尺蜈蚣疼得在地上翻滚挣扎，几次想要扇动翅膀逃走都没能成功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嘴角不由得扬起一抹笑意。六尺蜈蚣的气息越来越微弱，10几分钟后，流出的绿色汁液汇聚成一片小水洼，他的挣扎也渐渐无力，仿佛随时都会断气。但他那双狰狞的漆黑眼球里却流露出人性化的哀求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解决完六尺蜈蚣，我强忍着恶心，伸手从他的伤口处探了进去。一番摸索后，终于掏出一颗散发着莹莹微光的内丹。内丹放在掌心，传来一阵阵清凉气息。记得鹧鸪哨当年是直接将内丹吞下，之后身体素质暴涨数倍，服用后短短半天，力量就强到能压制元代大将军僵尸。不过鹧鸪哨不懂炼丹之术，恐怕连这颗内丹1/10的功效都没发挥出来。我正犹豫不决，不知道该直接吞下内丹增强力量，还是暂且留存，寻找更好的炼化方法时，背后皮肤上的血色麒麟纹身突然传来阵阵暖意，仿佛在向我传递某种信息。我微微一愣，眉头不由自主地皱了起来。正疑惑间，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，检测到高级能量，可用于升级麒麟血脉等级，是否确认升级？听到这个提示，我眼前一亮，麒麟血脉已经足够强悍，没想到还能继续升级。系统融合这颗内丹会不会有后遗症或者缺陷？系统提示音：麒麟血脉吸收融合高等能量后，可一次性获得水、火、风、雷4种属性。听完系统的解释，我彻底放下心来。这时背后的血麒麟纹身隐隐发烫，还传递出想要吞噬内丹的意念。别急，这就为你。话音刚落，手中的内丹便漂浮起来，紧接着自动分解成最纯粹的能量光团，最终化作一道光点，融入了背后的麒麟纹身。下一秒，一股清凉之意瞬间传遍全身，胸口那处原本需要几周才能愈合的伤口，竟在片刻间结痂脱落，重新露出了娇嫩的皮肤。这就是麒麟的水属性能力，果然厉害。与此同时，考古队营地内几只怒晴鸡接二连三的倒下，一旦倒地，他们就会被无数毒蜈蚣瞬间淹没，短短几秒内便尸骨无存。考古队成员们面面相觑，都从彼此眼中看到了深深的恐惧。他们心里清楚，等到最后一只怒晴鸡倒下，就是他们的死期。教授，我们难道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？多加留意，肯定不会出意外的。那好吧，但只给你们半个小时时间，一到必须立刻返回营地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进去看看了，走吧。果然，这里是帝王炼丹的场所。这里没有墓室吗？凶墓究竟在哪里？连一间墓室都没有。于是蒋教授满怀疑惑地给我发了条私信：拜吴先生，您为何一直说这里是古墓？我们搜寻了许久，始终没找到墓室和棺椁。看到蒋教授的私信，我淡然一笑，回复道：这里早年是帝王炼制丹药的地方，后来被一位元代将军占据，以这座丹宫为核心修建了陵墓，但他的墓穴并不在山腹之中。至于棺椁，你们脚下就有一口丹井，里面的棺椁多的是。若能揭开帝王炼丹的隐秘，这绝对是考古界最重大的发现。必须问清楚更多细节。白雾先生，请您务必告知更多信息。这是什么声音？你们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好像是从上面传下来的。
有未知生物正在向我们靠近，赶紧撤离！里面的人快撤！直播间的网友们看到这一幕，全都满脸困惑，弹幕里密密麻麻的刷满了问号。怎么突然要走了？暖暖姐，我还没看够呢。还记得百无大神之前说过平山古墓里有一条会飞的大蜈蚣吗？向教授和少校都觉得谨慎为上，不能在谷底停留过久。等后续支援部队抵达，再厉害的蜈蚣精也敌不过咱们国家的现代化军队。即便如此，直播间里仍有不少网友并不买账，觉得考古队太过胆小。那声音不像是风，也不像任何我听过的动物，音频极低，回声拉得很长，体型一定巨大，绝不是普通生物。快，箭头对准山谷！百无大神诚不欺我，他说的果然没错。听这声儿，全对上了。好在六尺蜈蚣在云雾中翻腾了几圈后，身影便渐渐潜入深处，消失不见。